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种豆主。今天我们用黄花鱼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菜。这样做的黄花鱼口感外酥里嫩，连鱼骨头都是香酥脆口的，实在是太香了。不但下饭，而且又非常的下酒。快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条新鲜的黄花鱼。一般我们在菜市场挑选黄花鱼的时候，可以看一下它的鱼鳃是否鲜红，还有它的眼睛是否浑浊，这是检验鱼是否新鲜的一个标准。接下来我们用刀把黄花鱼的鱼鳞给它去掉，特别是在鱼鳍边边角角的位置，这些鱼鳞一定要检查清楚。另外黄花鱼的鱼头上面同样是有鱼鳞的，也要检查清楚。接下来我们再用水给它冲洗一下，再一次给它仔细的检查清楚有没有是否遗留的鱼鳞。把黄花鱼的鱼鳞处理干净之后，我们用刀从鱼的背部给它切开，这样可以让鱼更好的入味，也方便煎制。同样的把鱼头给它劈开，接下来把鱼的内脏还有鱼鳃给它去掉，特别是把鱼腹腔里面的黑膜还有贴骨血给它去除干净，否则味道会发苦，而且腥味比较重。接下来把鱼的脊骨给它砍成几段，以避免脊骨在煎制的时候受热弯曲而影响造型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几颗小葱，将其清洗干净之后改刀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起来备用。这个时候再准备少许的小米辣，同样将其清洗干净之后改刀切成焦圈。接下来再另取几颗小葱，将它改刀切成葱段，也要装进盘中。再准备一小块的老姜，去皮之后将其用力的拍扁，然后将它和葱段放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再给它来上稍微多一点的料酒，然后下手大力的揉搓出配料的水分，让其更好的渗入到黄花鱼里面。这几种配料目的是为了去腥增香。将其揉出水后，再放入适量的清水进来。这个时候往里面加入略微多一点点的盐，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，直到盐充分的融化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处理好的黄花鱼给它放进来，将其浸泡腌制1个小时，使其充分的入味。这种腌制的方法可以排出鱼多余的水分，让鱼吃起来更加的结实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个钟头后，我们把鱼取出，里面的料渣就不要了，然后把鱼用厨房用纸吸干水分，这样待会下锅煎的时候就不会爆油了。接下来我们正式的开始制作，锅烧热，然后下适量的花生油，然后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让油走遍锅底。这个时候先把黄花鱼给它放进来，先煎黄花鱼的内部。这时候要注意，刚下锅的时候不要去动它，先小火慢煎2分钟，使其底下的鱼肉产生焦化层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让黄花鱼的每一个部位都充分的受热均匀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刚下锅的鱼肉不要去翻动，先将底下的鱼肉煎至起焦化层，然后给它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这样的话鱼就不会碎了。另外，黄花鱼在下锅的时候，如果先煎鱼皮这一面，鱼在锅中的时间过长，那么在上菜时就无法达到一个酥脆的口感。把黄花鱼的底部煎至金黄酥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它翻个面。翻面了之后，同样用小火慢煎的方法将其煎熟。在这里我再重述一遍，煎鱼的火候切记不能太大，如果火候太大的话，外面都糊掉了，里面还是生的，那就尴尬了。一定要用小火慢煎的方法将其煎熟，最后煎至金黄酥脆。同样的，轻轻晃动锅身，让其每一个部位受热均匀。把两面都煎至金黄酥脆之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少许的海鲜酱油进来，注意少许就可以了。然后再轻轻的晃动锅身，让黄花鱼有海鲜酱油的香味。最后把我们切好的葱花和小米辣给它加进来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如果我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
那就帮小老弟点个赞呗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把小米辣和葱花下锅了之后，再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。最后取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出锅装盘，把锅中的辅料撒在鱼的面上，最后再来上一点点的葱花，这样既好看又好吃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这一道非常好吃的香煎黄花鱼就做好了。它的口感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的，连骨头都是香酥脆口，实在是太香了。一出锅，我的眼泪就已经不自觉的从嘴角流出来了。这样做的黄花鱼真的是超级好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做出来不但是下饭，下酒也是一绝。喜欢的一定要收藏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